众所周知，中国近代积贫积弱，近代史就是一部丧权辱国的屈辱史。在这部屈辱史上，左宗棠收复新疆就如同夜空中的明星一般耀眼，这是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呀。可很少有人知道，左宗棠在那个时代逆潮流而上，为中华民族挣回着最后一丝脸面究竟有多难。新疆自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后，便与中华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此后历代王朝如汉魏隋唐都以收复西域为己任。遗憾的是，唐朝崩溃后，中华民族开始走下坡路，此后的宋朝积贫积弱，无力收复新疆。到了元朝时期，虽然大元版图极盛，但是新疆被同为蒙古一脉的察合台汗国占据，最终也没被收归中原版图。明朝时期继承元朝版图，同样也没有进一步经营新疆。直到清朝年间，由于西域的准噶尔汗国做大，威胁到了清朝的边境安全，乾隆皇帝才下定决心把新疆重新纳归中国版图。可由于新疆脱离中华统治长达上千年，汉族人口在当地占比极低。为了应对朝野上下关于家喻关外人不足臣、地不足首的弃疆言论，乾隆皇帝开始鼓励陕甘两地的百姓往新疆移民，以巩固朝廷对新疆的控制。乾隆皇帝这辈子错误极多，但这一次却是利在千秋。如果没有这条国策，后来左宗棠根本就没有收复新疆的基础。然而早在乾隆跟准噶尔博弈的时候，来自北方的沙皇俄国也在暗自窥视新疆这块宝地。只是当时清朝国力如日中天，沙皇俄国不得不暂时按捺下自己的野心。鸦片战争之后，清朝内忧外患，沙皇俄国趁着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当口，逼迫清政府先后签订《爱魂条约》、《中俄北京条约》和勘分西北界约记，把我国的外东北和外西北地区割离版图。可纵然如此，沙俄依旧是欲壑难平。1864年，西北陕甘地区回族分裂势力作乱，阻隔新疆与内地的联系。与此同时，新疆的地头蛇受到鼓舞，也纷纷割据造反，宣布脱离中国独立。新疆的乱局让沙俄看到了浑水摸鱼的机会。在他们的资助下，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地区，浩瀚韩国一个叫阿古柏的底层军官脱离韩国，带领军队侵略新疆。在阿古柏的打击下，新疆各地割据武装纷纷覆灭。短短3年的时间，阿古柏就占领了整个南疆地区，并把触角伸向大半个北疆。与此同时，沙皇俄国也在1868年以托管的名义强行侵占了新疆最富庶的一块高于之地伊犁河谷。而此时清政府正忙于平定陕甘回乱，对沙俄的行为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1871年，陕甘地区的动乱平定之后，一腔热血的左宗棠上书请求朝廷收复新疆。然而事情却比左宗棠想的要复杂得多。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，背陆面海，海陆2个方向都面临着来自西方强国的威胁。而以当时中国的财力，只能在海防跟塞防中选一个。2次鸦片战争列强能够取胜，都是源于海防不利。第一次鸦片战争，英国军队从海上入长江，切断京杭大运河，导致江南粮食无法北运，让高度依赖江南输血的北京政权惊了手脚。第二次鸦片战争，英法同样是从海上登陆天津大沽口，直接兵临北京城下，吓得咸丰皇帝仓皇北顾。所以当时朝野上下大多数人都认为海防重于陆防。其中代表人物就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军系，这帮人代表的是东南沿海士大夫阶级的利益，倡导海防对他们更有利。至于新疆丢不丢的，对我们江苏人有什么影响？再加上当时日本人不断地对台湾地区发起试探性的挑衅，东南海疆同样也是警报频传。另外，海防与陆防之争不仅仅是路线之争那么简单，其中还包含了利益之争。毕竟那么大一笔国防军费是由李鸿章的淮军系分配，还是由左宗棠的楚军系分配，这其中差别大着呢。所以李鸿章等人才不遗余力地阻挠左宗棠收复新疆。但我们不应该误解的一点是，左宗棠的塞防论并不是只要陆地不要海洋，而是先解决掉陆地威胁，再掉头攻略海洋。比如福建南洋水师和马尾船厂就是左宗棠一手打造的呀。除了李鸿章这个不顾大局的内部掣手之外，左宗棠收复新疆还要面对来自列强的威胁。在这里，笔者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的国际局势。左宗棠所处的时代
史学家叫做英俄百年大博弈。自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，英国就彻底确立了世界霸主的地位，而俄国也从这时候开始取代法国，成为英国霸权最大的挑战者。此后上百年的时间里，英国在西起巴尔干，东至海参崴这上万公里防线上，对俄罗斯围追堵截，核心任务就一个：阻止俄国南下。新疆地区同样也是英国围堵沙俄的重要一环，从新疆南下，下一个目标就是青藏高原。别看青藏高原挺大的，但藏人的武力不堪一击，根本不可能阻挡俄国军队。西藏一旦沦陷，英国人就要危险了，因为西藏就是印度的燕云16州呀，而印度又是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没有之一。英国可以放弃所有殖民地，唯独不可以放弃印度。为了阻止俄国人扩张，英国人也跟阿古柏那边眉来眼去，不仅资助阿古柏大量武器，还承认阿古柏政权的合法地位，双方互派大使，互通商贸。很多人都认为英国人此举是处心积虑要染指我国领土，其实这真是冤枉他了。新疆的穷地方人，英国人还真看不上，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防止阿古柏一边倒而已。而阿古柏方面也不愿意受制于人，同样积极寻求与英国建立关系，防止被沙俄吞并。得到英俄两个区域大国支持的阿古柏，俨然成为了西域地区的香饽饽。当时大清百废待兴，是断然没有胆量去得罪这两个巨无霸的。但这还不是真正的困难，最麻烦的是当时大清的分裂问题。自太平天国之后，江南地区被左宗棠、曾国藩、李鸿章等汉人督抚所掌控。晚清70年，名为统一，实则分裂，国家的拳头从来不能一致对外。甲午战争的时候，清政府想方设法给李鸿章上眼药，导致李鸿章一人对一国，最终惨败收场。八国联军战争的时候，江南督府搞东南互保，坐看慈禧太后一人对八国，以至于山河破碎，国土沦丧。晚清那些对外战争，你与其说是中国对外宣战，倒不如说是某个军阀对外开战。左宗棠这次收复新疆之战，冷眼旁观的有之，背后捅刀子的也有之，也可以说是一人对一国呀，一个搞不好一世英名就全完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左宗棠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干，那时候谁不是以保存实力为先？左宗棠的基本盘都在浙江福建一带，新疆的得失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大情怀大气魄者，断然不会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。可左宗棠偏偏做了，这便是他与李鸿章、曾国藩之流最大的区别。老话说得好，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从平定陕甘回乱开始，历经数年，左宗棠为收复新疆奔走呼号的付出，总算在1875年收到了回报。这几年发生了几个变数，第一是曾国藩死了，左宗棠顺理成章成为了湘军的扛把子，再加上他自己的家底储军，左宗棠俨然成为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实力派，这让朝廷也不得不重视他的意见。第二个变量是阿古柏，这老小子占领新疆后横征暴敛，杀戮无度，搞得南疆地区天怒人怨。从前那些嚷嚷着要独立地位的家伙，开始念起大清的好来了。第三个变量是英国人。前面说过，英国人也是阿古柏背后的主子，但英国是个商人国家，素来喜欢追涨杀跌，阿古柏在新疆的情况他是一清二楚的。再这么闹腾下去，不用等俄国人打来，他自己就已经众叛亲离了。就在这时候，那个嚷嚷着要入场的大清却让英国人眼前一亮。英国人此前对大清已经绝望，因为大清在2次鸦片战争中的表现，英国人一度以为大清要完了，甚至还私下里派人去跟洪秀全接触，许诺只要承认卖国条约，他们就支持洪教主。可洪秀全在民族问题方面表现得很硬气，双方最后谈崩了。英国人没想到清朝刚刚捡回一条小命，居然还敢跑来西域亮刀子，勇气可嘉呀。如果清朝能扶得起来，那自然比阿古柏更合适当新疆大区的代理人。英国不在乎新疆是谁的领土，他的要求只有一个，挡住俄国南下。大家要知道，在这场战争中，英国人的态度很重要，因为彼时左宗棠虽然壮志可嘉，但他没钱呀，朝廷刚从大乱中缓过来，穷得两袖清风，大部分军费得靠左宗棠自筹。怎么筹呢？只能借洋款啊。英国的伦敦金融城是当时世界金融中心，谁能得到他的帮助谁就能赢，毕竟战争打的就是最后一枚硬币嘛。后来甲午战争就是因为英国人帮日本发行债券，
日本人才能熬死我们的。这一次在英国政府的默许下，汇丰银行前后给胡雪岩借了2700多万两白银，占此次西征军费的 84.3%。第四个变量就是慈禧太后。左宗棠这次之所以没有陷入一人对一国的困境，慈禧太后对他的支持至关重要。对于慈禧来说，收复新疆对左宗棠有没有好处不知道，但对于定都北京的清中央绝对是有好处的。保新疆者所以保蒙古，保蒙古者所以为京师呀。新疆跟北京只隔了一个一马平川的蒙古草原，蒙古这种地形在军事上跟没有差不多。一旦阿古柏占领全疆，他马上就可以顺着草原杀过来。其次，就在左宗棠西征的1年前发生了一件大事，慈禧太后的亲儿子同治皇帝死了。虽然他强行扶持自己的侄子兼外甥光绪上位，但毕竟不是亲生的呀，你这个太后的合法性存疑呀。这时候打一场对外战争，一场胜利的对外战争，对于巩固慈禧太后的权力有着莫大的裨益。所以老太后这次很给力，非但没有拖后腿，还砸锅卖铁给左宗棠筹了500万两白银。内外条件都成熟之后，左宗棠总算可以筹备西征了。1875年，在经过反复权衡之后，他决定采取先北后南、缓进速战的方案解决新疆问题。为什么要先北后南呢？众所周知，新疆的地理是3山加2盆，乾隆时期移民大多都在北疆准噶尔盆地，而且当时北疆的准噶尔盆地有一部分还在我们手上，那里汉人人口最多，群众基础最好，后勤补给也更方便。那什么叫缓进速战呢？新疆作战最大的问题不是阿古柏，而是后勤。左宗棠要求军队到达新疆后，必须要步步为营，待后勤补给万事俱备后，再跟敌人速战速决，力求一战而胜。因为一旦陷入持久战，那就万事皆休了。事实证明，这一战略完全正确。阿古柏根本就不是湘军和楚军的对手，双方每次接战都是一触即溃。他唯一的指望就是寄希望于利用新疆的广袤纵深拖死左宗棠，可人家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。左宗棠每前进一步都十分稳，不把电量充满，绝不发动进攻，一旦进攻就绝不会让阿古柏有生还的机会。面对不动如山、动如雷霆的打法，阿古柏节节败退，最终全面退出新疆。在收复两江之后，左宗棠趁热打铁，准备向伊犁进军。但遗憾的是，沙俄把军舰开到了渤海，清政府被吓得大腿直打哆嗦，最终召回了左宗棠，派了无能的崇厚去谈判。结果崇厚被沙俄忽悠，居然把伊犁卖给了俄国。迫于国内压力，清政府只好再次让左宗棠去新疆对沙俄施压。最终通过外交谈判，沙俄归还了伊犁河谷上游地区。新疆战役至此结束。虽然结局有点小遗憾，但在当时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，左宗棠这个清朝最后的孤勇者能取得这样的战绩，就已经足以彪炳史册了。